我买彩票中了上千万，却不敢告诉我爸，只因上一世我把中奖的消息告诉我爸后，第二天他就说自己被人诈骗了。我不仅把所有的钱都拿来替他还债，还因此背上了巨额债务，最后被债主逼上绝路。我死没多久，我爸就给他外面的那个女人买下大豪宅，还给他们的儿子隆重举办了婚礼。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上天竟然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让我回到了中彩票的那天。我看着手机里的1000万到账通知，我在心里暗自发誓，这一次我爸休想再拿走我一分钱。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串数字，脑子已经开始转。1000万到账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我要在48小时内做完3件事：第一，让我爸彻底相信我没中；第二，把钱从这张卡里挪走；第三，找到那只我知道下个月会涨的票。第一件最急，因为他的电话马上就要打进来。喂，爸，川川啊，忙不忙？刚下班。爸这2天腰不太好，你妈非要我去拍片子，爸说不用花那个钱，该拍就拍。多少钱？一字不差。前世这个电话我记得，他先说腰，再说钱，最后拐到彩票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爸不是那意思。对了，你上次说买了张彩票，开奖了没？没中，1个号都没中，1个都没中。你查清楚了？爸，2块钱的东西，我查它干嘛？没中就没中，你手头紧不紧啊？你二叔那边最近说要……爸，我这月房租还欠着2000。他哦了一声，飞快地挂了电话。第一关过了，但我爸这种人不会只打1个电话，他会等1-2天再从别的路子试探。二叔会突然来喝酒，姑妈会突然问我最近工资涨了没，我那个前世死了都没来送我的表弟张凯都会突然发个红包，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干点大事。这些人像一张网，前世我在里面挣扎了半年，最后被拖上楼顶。这一世我要在他们编好这张网之前从里面走出去。彩票中心9点开门，第二天早上8点半，我第一个站在门口。9点整，卷帘门升起来，我把票递给窗口，他扫一眼票，动作停住，他抬头看我，低头看票，再抬头看我。先生，您稍等。10分钟后，一个穿灰西装的中年男人从里屋出来，笑着请我进小房间。林先生，恭喜您，您这张票1等奖。我知道。您不激动？激动，心跳120。那我直说，税后到手960万整。您有几个要求要签字确认？我先说我的要求。第一，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。第二，不拍照、不合影、不出现在任何宣传物料里。第三，所有兑奖信息严格保密，包括对我的直系亲属。第四，转账账户我现场提供。林先生，您这个很少见。哪里少见？大部分中奖者第一件事打电话给家里人，您连合影都不要。陈主任，你在这个中心工作几年了？11年。那你应该见过因为中奖家破人亡的。陈主任的表情凝固了一瞬，他没接话，把合同翻过来，指着最下面一行：保密协议在这里，1式3份，您签字，中心也签字，任何一方违约赔偿500万。我拿起笔，一笔一划签下林川2个字。签完字，陈主任亲自把我送到隔壁的银行柜台。柜员是我今早提前预约的，走的是 VIP 通道，960万，分10次转入我今早刚办的一张新卡。转账进行到第7次的时候，我手机响了，是我爸打来的。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。先生，接电话吗？不接。打错的。第10次转账成功，新卡余额960万。我把卡收进钱包最里层，站起来跟陈主任握了手。林先生，祝您好运。这句话您留着，以后要是有记者问今天的1等奖是谁，我不知道，从来没有过这个人。我笑了，走出彩票中心，我打开手机，父亲的未接来电有6个，微信语音3条。第一条我没点开，只看时长12秒，第二条48秒，第三条1分半，时长在涨。前世这个时候我已经把中奖的消息告诉他了，他哭着说：“儿子，你终于有出息了。”然后连夜坐高铁来找我。这一世，我爸要用这3条越来越长的语音把我一点一点撬开。我把手机调成静音，塞进口袋。在回出租屋的地铁上，我把3条语音一条一条听完。第一条12秒，川川接电话。第二条48秒，川川，你到底在干嘛？爸打你6个电话你都不接，爸腰疼的站不起来，你妈让我明天去医院，我说要不算了。第3条1分半。川川啊，爸也不是要你的钱，爸就是想你了。你上次说的那个彩票，你确定没中？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，什么事儿都要跟爸说，爸不是外人。语气一条比一条软，措辞一条比一条像刀。前世我听完第3条就哭了，当天晚上把中奖的事儿发在了家庭群里。这一世我把语音从上到下点了个已读，1个字都没回，回不回都是错，回他就顺着话头往下爬，不回他会亲自来，要的就是让他亲自来，只有他来我才能把这场戏演给他看。回到出租屋，我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笔记本，翻到最后一页，写下4行字：招兴银行活期备用200万，建盛银行3年定存300万，中泰银行货币基金300万，平顺证券账户160万。第二件，把笔记本塞进枕套里，手机会被查，电脑会被查，云端会被查，只有一本压在枕头下的破本子不会。昨天彩票中心给我开的那张临时收款卡不能久留，银行大额要走 VIP 通道，只有工作日能办。周日一整天我没出门，把手机关机，卡收进抽屉最底层，只吃了2顿泡面。960万在这张卡里躺一天，就多
多一天被人扫到的风险。周一一早，招信银行门口第一个到的还是我。客户经理姓李，李婷，30出头，笑得很职业。林先生您好，我们看到您预约了200万存款业务，活期200万放活期太可惜了。我们这边有一款新出的私募产品，代号 R2 稳健型，年化预期12个点，不要。或者这款结构性存款，保本浮动收益。李经理，你们行3个月前推的那款新银稳赢，今年年底会不会延期兑付？您听谁说的？李经理，你就告诉我一个数，那款产品底层配了多少城投债？我不为难你，活期200万，办卡。李婷再没劝，从头到尾他一句都没敢再提。钱是我死前3个月，招信内部因为这款产品换了3个副行长。李婷现在坐在我对面，还不知道自己1年后会被调去哪个支行。知道未来的人走到哪儿都是甲方。签完字，李婷送我到门口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林先生，您是做金融的？我是打工的，月薪6000。李婷愣在原地，从招兴出来，我直接去建盛银行300万，3年定存，签字走人。中泰银行300万货基走人。平顺证券160万入金开户走人。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，4家银行960万分完。我拎着4张卡回出租屋，这4张卡不放钱包，不放抽屉，分别缝进了4件旧衣服的内衬里。刚缝好第3件，门被拍响了。我爸比我预想的还快，我把衣服塞进洗衣篮，走过去开门，门口站着我爸，手里拎了一盒点心。川川，爸来看看你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想儿子了。你这屋子还是这么小？租的。我爸进门环顾一圈，目光在我床头顿了2秒，他在找中奖彩票。爸您坐，我给您倒水。川川啊，爸这次来其实有点事儿。您说。爸腰的片子拍了，医生说要做个小手术，2万块。你妈那边不知道，爸不想让操心。爸，我这月工资还没发，房租欠2000，还有5000外账没还。你现在一个月不是6000吗？6500，扣完五险一金到手4800，房租2800，剩下2000吃饭坐地铁。爸，我一个月能存下500就不错了。那你能借出多少？爸，这是我全部积蓄，您看看。我爸接过存折，翻开发现余额只有4000多。我爸的脸青了。就这么点儿？就这么点儿。爸，您要急用，我明天问同事借，凑个5000应该没问题。5000给我干嘛的？我不吭声。我爸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突然又软下来。川川啊，爸不是怪你，爸就是问你有没有其他路子。你上次说买彩票是不是？没中。爸，您问第3遍了。川川，你不会瞒着爸吧？爸，要是我中了1000万，我现在还会住在这15平的出租屋里，让您坐这把2手椅子，喝这个自来水烧的开水吗？我爸被这句话噎住，他张了张嘴，最后什么都没说，站起来，把点心又抓回自己手里。爸再想想办法。门砰的关上，连点心都没舍得留下。这才是我爸。前世我把这个人当爹，这一世我把这个人当剧本。他每来一次，我就多一层护甲；他每要一次钱，我就多一份底气。我从洗衣篮里把那件旧衣服掏出来，把最后一张卡缝进内衬。缝完，我打开电脑，登录证券账户，160万静静躺在那里。那支票下个月开始会连续拉出12个涨停。林建国，你儿子从今天起要开始复利了。周二早上9点半，我坐在出租屋的写字台前，盯着交易软件。开盘那支票的价格跳了一下，红色。我挂了一笔市价单，120万买入，剩下40万留在账户里做补仓。前世这支票在第7个涨停日会有一次假摔，那天正是补仓的黄金坑，8分钟后成交。我把电脑合上，起身去泡了一碗面。这就是我的第一笔仓位。前世我死前的最后半年，我在网上看财经论坛看到过一个帖子，发帖人自称是这支票的内部人。他说他6月13号建仓，7月3号出货，连续吃了12个涨停，本金翻了17倍。当时论坛里骂他吹牛的一大片，只有我知道他没吹牛。这一世我要做那个发帖人。面还没吃完，门被敲响了，我心里冷笑，我爸不会再来第2次，这一次上门的一定是别人。我打开门，门口站着我表弟张凯。张凯26，比我大2岁，穿一件皱巴巴的 T 恤，头发油得能反光。他一进门就四处打量。圈儿，我路过，来看看你。你从哪儿路过？你家在通州，我家在朝阳。川儿啊，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项目。什么项目？新能源电池。我一朋友内部消息，30万本金，2周翻1倍，你有没有兴趣一起？2周翻1倍，张凯，你替谁传话？我心里清楚。前世这个内幕是我爸让张凯的老丈人放出来的。我当时把中奖的钱借了30万给张凯合伙，结果2周后不但没翻倍，还赔了22万。张凯那时候在电话里哭，说他老丈人被骗了，他跟着倒霉。我到死才知道，张凯的老丈人跟我爸是20年的酒友。凯哥，我卡里4200，你要合伙，我全给你。川哥，你别跟我开玩笑，你上班2年，存款不可能就4000。就4000。我上次跟你借过一次钱，你忘了？哪次？2022年3月，你结婚随礼，你说手头囧，让我垫12000，你说3个月还，到现在2年零3个月了。川哥，那是自家兄弟。凯哥，这12000加上银行同期利率，现在是12876。你今天要合伙，
先把这个数还给我。钱是这12000，我一个字都没提。张凯的脸涨成猪肝色。川川，你太不讲究了！我大老远来看你，你不是路过吗？凯哥，这12000的账我等你2周，2周后不还，我发到咱家家族群。张凯站起来，把手里的饮料狠狠拍在写字台上，摔门走了。我把饮料拧开，倒进水池。这1小时不到，一场我等了整整一辈子的账，我催回来一半。下午2点45，我打开交易软件，那支票收盘涨停板，账户余额1732000，4小时挣了132000。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半分钟，这是我这辈子挣得最快的一笔钱，也是这辈子挣得最有底气的一笔钱，因为我知道明天还有，后天还有，再后天还有。这时手机响了，发信人沈之意，这个名字我等了整整一辈子。我看了一眼消息内容，林川，今天下班后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喝杯咖啡。沈之意这个名字前世出现在我死后半年的一份新闻里，他父亲被我爸骗走82万，走投无路，气到中风，瘫在床上。他一个人卖房，跑医院，追债，追到最后追到了我爸头上。他也知道了我，你终于开口约我。我推门进去的时候，沈之意已经坐在窗边。他27岁，比我大3岁，在我们公司3楼档案室。前世我在公司待了2年零8个月，总共跟他说过不到10句话。他安静极瘦，永远穿一件浅灰色的针织开衫。这一世他穿的是同一件。林川，坐。沈之意打开手边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推到我面前。打开看。我打开，第一张是我爸2007年到2024年的银行流水复印件，红笔圈了10几处。第二张是一份医院诊断证明，患者姓名沈国栋，诊断脑梗中风，右侧肢体偏瘫。第三张是一张欠条，金额82万，签字栏是我爸。我父亲3年前被你父亲骗走82万，这笔钱是我父亲一辈子的积蓄。他在派出所门口跪了3天，没人立案，因为你父亲让他签的是借条。我父亲从派出所回家那天晚上中风的，倒在客厅地板上，4个小时后我妈才发现。他今年54，能活着，不能走路，不能说清一句话。我盯着那份诊断证明，前世我死后半年，沈之意见到我父亲的时候，他父亲已经走了。这一世沈国栋还活着，这就是我最想改变的差别。你今天约我，不是来聊我父亲的事。是，我调查了3年，今天来跟你聊你。这时服务员把咖啡端了上来，沈之意等服务员走远，继续说：林川，你父亲上个月开始在外面用你的名义借钱，他找的第一家小额贷公司叫金鼎15万，第二家叫盛信25万，第三家还没谈成。我在档案室工作，金鼎、盛信都在我们公司走过关联起司的贷款查询，你的名字出现在3份征信查询清单上。查询原因栏授权本人贷款，授权本人贷款，这就是前世讨债的人拿着我的签名找上门的原因。我的手在咖啡杯上停住了。你查了多久？从你父亲的名字出现在我们公司的关联清单上开始，2个月。你为什么今天才告诉我？因为下周你会签一份15万的抵押合同，抵押的是你未来2年的工资。下周签合同，前世讨债的人是3周后上门的。这一世我父亲把节奏往前推了2周，因为苏万秋江北那套房首付款截止日就是下周。我抬头看沈之意，沈之意，你今天来不是通知我，你是来找同盟的。是。你要什么？我要你父亲进去至少3年。还有，我要我父亲的82万1分不少拿回来。沈之意，我今天可以答应你2件事。第一件，3年不够，他这次进去是30年。第二件，82万，我明天转给你。不用，我不要你的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的不是钱，我要的是让他吐出来。你转给我的钱不叫吐，叫施舍。沈之一，下周签合同的地点、时间、金额，你现在告诉我。下周3上午10点，紫金茶楼3号包间，金额15万。你打算干嘛？我打算让他签，让他把假的签成真的，让他把所有假证据摆到桌面上，签完当场翻脸，报警立案。你不是今天才想到这个方案的？不是。你已经准备了多久？从我拿到这张身份证开始，我从钱包里抽出一张身份证推过去，这是我上周补办的新证，编号跟林建国手里那张复印件对不上。沈之意看着那张身份证，又看了看我。林川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沈之意，我知道的足够我把这件事做完。林川，你比我想的有意思。你比前世还是那么冷。什么前世？沈之意，下周3之前你去帮我做3件事。你说。第一件，查刘德海公司3楼那个王会计，他去年底做过一笔27万的假账。第二件，准备2个录音笔和一个隐藏摄像头。第三件，把你父亲这3年的所有病历复印一份，下周3带到紫金茶楼。沈之意一件一件记在手机备忘录上，记完他抬头。林川，下周3之后，我可能会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。什么前世？到时候你必须回答我。好。刘德海办公室在城南一栋老写字楼的9层，我提前1天到，敲门的时候是下午3点。刘德海本人坐在皮沙发上，50出头，右眉上一颗痣。他看到我进来，只抬了下眼皮。你谁？林川，林建国的儿子。哟，
就是那个月薪6000的稳定儿子。你爸夸你夸得跟朵花似的，你今天来签字，还有1天呢。刘老板，我今天来告诉您3件事。你说。第一，我父亲给您的所有材料都是假的，工资流水是假的，公司在职证明是假的，我的授权签名是他自己模仿的，您签下去就是骗贷，金额15万，够立案。第二，我父亲不是第一次干这个，您公司3楼那个王会计，去年底帮您做的账有27万水分，第4季度您报的坏账是18万，实际是45万，这个事儿只有您王会计和我知道。第三，明天您照常跟我父亲签合同，让他把所有假材料摆桌面上，签完字儿您报警，罪名是他伪造他人签名骗贷，您是被骗方，一身干净，还能拿一份报案回执给自己的账目当保护伞。刘德海坐回沙发，盯着我看了很久。小林，你今年多大？24岁的人知道我3楼王会计的账？刘老板，您不用管我怎么知道，您只用管明天到底签不签。刘德海沉默了将近1分钟。行，明天上午10点，紫金茶楼3号包间。我起身要走。小林，你父亲你打算怎么处理？送进去，跟您说的那个王会计一起。第二天上午9点50，我和沈之毅坐在紫金茶楼3号包间隔壁的4号包间，一面墙，2个录音笔，一个隐藏摄像头，这些是沈之毅准备的。这个女人做事之干净，让我想起前世那个超了3个月银行流水的沈之毅，她本来就是干这行的。来了。3号包间那边，我爸推门进来。刘总，我来晚了，让您久等。林哥，材料带齐了吗？齐了，工资流水、公司证明、我儿子的身份证复印件都在这儿。儿子今天怎么没来？他上班嘛，请不了假。这孩子听话，我签个字就行了。这句话在我耳朵里响了整整1辈子。林哥，这么大金额，你儿子知道吗？他签了字？知道，签了。你看，这不都签好了吗？那个签名是他自己模仿我的笔记写的。前世讨债的人拿这份欠条上门的时候，我看着那3个字愣了很久。他像我，又不像我，因为那不是我。我看向沈之毅，他点了点头。刘总，那咱现在签。笔尖落纸的声音，按手印的声音。林哥，恭喜！15万现金，您点点。哎呦，好。我爸的声音都在发抖。我推门走进3号包间，沈之毅跟在我身后半步。我爸抬头看到我，手里的信封直接掉在地上。川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我来看看您到底是怎么把您儿子卖了的。我爸的脸白了。刘德海配合地站起来。儿子，你别报官，爸这是没办法，爸欠人钱，爸再不还债就得死啊！爸，您上周问我借2万块看腰的时候，您说过一样的。那，爸，您不是一直说我月薪6000吗？6000的儿子救不了您。3分钟后，帽子叔叔到了。我爸被带走的时候一直回头看我，我没看他。回程的车里，沈之毅开车，我坐在副驾。刘德海不会真的进去？暂时不会，他这次报案洗白了自己，但王会计那笔27万的水分早晚要翻出来。等林建国这个案子审的时候，他自己会露马脚。所以你今天用1个案子做了2件事？3件。你父亲的案子明天早上会跟林建国的骗贷案并案调查，他这次进去就是30年一起结账。沈之毅的手在方向盘上顿了一下。林川，我想问你最后一件事，你父亲刚才求你的时候，你心里有1秒钟软过吗？1秒都没有。沈之毅没再问。车过了3个路口，我开口。下一个环节是他老家的亲戚，二叔林建军，姑妈林淑芬。他们听到消息之后，最快明天早上就会堵在我出租屋门口。他们要什么？要我出钱把这个案子撤了。这就是他们家过去30年的生存方式，出事了找那个最软的孩子来买单。这次呢？这次没有那个软孩子了。我提前半小时把门锁上了半圈，不是防他们进来，是让他们敲门要多敲2下。这2下里，我要看清楚今天到底来了几个人。前世我爸出事的时候，堵我出租屋门口的是3个人：二叔林建军、姑妈林淑芬，还有一个跟我不熟的堂舅。3个人从早上8点堵到晚上10点，中间我给他们买了2次盒饭，最后我给他们签了3万块的欠条，才把他们劝走。这一世我要他们牵着欠条走。上午7点48分，敲门声响起，6下，3个人。我看了眼手机，录音已经开了。沈之毅昨天回去之前给我装了2个隐藏摄像头，一个对着门口，一个对着屋里的那把2手椅子。这2个位置就是今天要拍戏的2个机位。我拉开门，门口站着3个人，二叔林建军最前面，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装了2个煮鸡蛋。姑妈林淑芬穿着一件紫色的呢子外套，头发烫得像鸡窝。最后面是表弟张凯，眼神躲闪，头发比昨天更油。川，你爸出事了。我知道，保安说昨天下午打电话告诉我。你怎么不去治安所？治安所让我别去，说事件人的家属不能干扰调查。川，你爸再怎么样也是你爸，你现在想办法把这事儿撤了。姑妈，骗贷的事件，家属没有撤了这一份。你不懂中国的事儿，人情关系走一走，钱赔一赔，事件就没了。我给你算过了，15万本金再加20万疏通，一共35万，你出。姑妈，我卡里是4200，您忘了？你就装吧，你姓林的良心呢？你爸把你从小拉扯到大，你现在见死不救。我不说话，只是让开身位。进来说吧，外面邻居多。
3个人挤进我这15平的出租屋，一个坐床上，一个坐椅子，张凯站着靠墙，刚刚好，3个机位全都在拍。我坐在写字台前，端起水杯。二叔，我先问您一件事儿。你说。2019年5月，我爷爷肺癌住院，您说去凑手术费，从我这拿走3万，从我大姑那儿拿走2万，从我姨奶那儿拿走1万，一共6万。您告诉爷爷，您自己出了5000。二叔林建军的手指颤了一下。爷爷2019年9月走的，直到最后一天，他床头那个铁盒子里一直在等2笔钱，一笔是您答应的5000，一笔是您答应年底还上的2万5，他没等到。那事儿都过去多久了？6年零2个月。二叔，这2万5您现在还我，我今天可以听您说下面的话。您还不了。姑妈林淑芬突然拍桌子：林川，你别岔开话，你现在是要跟我们算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账吗？你爸还在治安所里，你爸能等吗？姑妈，等的就是您这句话。我从抽屉里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段录音。川川的孩子傻，读书读傻了，他每月那点工资我算过，扣完房租能剩2000，这2000月月都是我的。等他哪天真出人头地了，一套房是最起码的，你们别急，慢慢好。录音里是姑妈林淑芬的声音，清清楚楚。姑妈林淑芬的脸从紫色变成了猪肝色。这是哪来的？去年您在牌桌上说的，当时旁边有个人，是我沈之一姐姐的表弟，他录下来，本来想拿去告您赌博，后来因为您没输，才没铐成。沈之一昨天连夜给我剪的这段音频。这个女人的声音我记了1年。姑妈林淑芬站起来就要走。姑妈，您坐下。我不坐。您坐下。这段录音的原版3小时27分钟，里面每一位在场的都被点过名。您走了，剩下2位就得替您听完。姑妈林淑芬的腿一软，坐回了床上。我看向靠墙的张凯。凯哥，该您了。张凯的头一直低着。上个月您来找我说您老丈人有个内幕消息，30万2周翻1倍，您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您那30万后来赔了多少？22万。凯哥，我告诉您一件事儿，您听好，您那个老丈人跟我爸林建国是20年的酒友，您那笔所谓的内幕是我爸让您老丈人放给您。你说什么？我爸的算盘是这样，您亏了钱一定会找我借，您找我借了，我就得把手里的存款拿出来，我一拿出来，他就有办法从您嘴里问出我有多少钱。他这次的15万骗贷，一半是想还债，一半是想试我。张凯，您老丈人卖了你，您爸卖了你儿子，这从来没有一个是干净的。张凯的脸白得像纸。我不信，我老丈人不会。您回去问他6月8号那天下午有没有跟林建国在城南蜀香馆吃过一顿饭，饭钱谁付的。张凯没说话，转身走了。屋子里剩下二叔林建军和姑妈林淑芬。二叔林建军最先站起来。川川，那2万5，二叔下个月。二叔，下个月我1分不少要收到，您不还，我把2019年那笔钱的转账记录发到家族群，让爷爷坟头前的碑刻上您的名字。二叔林建军的嘴角抖了2下，没吭声。姑妈林淑芬跟着起身。我不吃这一套，你别以为拿一段破录音。3小时27分钟，我明天就发到家族群，姑父那份也会有。姑妈林淑芬的脸抖了3下，闭嘴走了。门砰的关上，我坐在椅子上把录音停了。10分钟前是我在这个屋子里被这3个人围了14个小时，这一世我用10分钟把他们送走了。这就是知道未来的好处。这时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沈之毅的消息。我打开证券账户，账户余额193万，4天37万。沈之毅的第2条消息紧跟着进来。在房间里我看到一个女人，她说她是林建国的远房表妹，她给林建国送了一件换洗衣服，名字叫苏婉秋。我盯着这3个字看了很久。苏婉秋，这一世你出现的比我预想的还早。你不知道，你走进派出所的那一刻，你就走进了我给你摆的第6关。沈之毅开车，我在副驾，后座上放着一个牛皮纸袋，里面是3份文件，户籍复印件，17年的银行流水，江北新房的首付款走账证明。这3份文件是我这一世走到今天的3个杀招。前世我死后，苏婉秋和我爸就是靠这3样东西完成了他的翻身。他拿着我死后剩下的钱买了江北的房子，给苏子豪办了婚礼，最后把我妈从家里赶出去。这一世我要把这3样东西全部反手甩他脸上。你确定他今天下午就批保？确定。骗贷15万，够立案，但够不到刑拘上限。刘德海昨天没申请羁押，今天下午3点会走完预保手续。你让他出来是想做什么？让他见苏婉秋，让他们2个人当着派出所门口10几个人的面见一次。这是最后一次，他们2个人这辈子最后一次能站在一起。派出所门口，苏婉秋抱着一件深灰色的男士外套，坐在等候区的长椅上。我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。苏婉秋抬头看我：“你是谁？”林川，林建国的儿子。苏婉秋的嘴角动了一下，勉强笑起来。川川吧，你爸经常提你，我是他远房表妹，今天来送件衣服。苏阿姨，服务工作人员在哪儿？你找服务工作人员干嘛？我要请他查一下您的户籍，从您的父辈开始查，看看您跟我父亲林建国之间隔着几代表情。我不看他，转头走到值班窗口。您好，麻烦您，我父亲林建国今天在这里办理手续离开，我请求你帮我核实一件事。您说。这位女士，她自称是我父亲的远房表妹，我请你查一下她的户籍资料，姓名苏婉秋，1981年出生，本市户口。您为什么要查？因为她不是我父亲的表妹，她是我父亲17年来在外面的女人。
他跟我父亲有一个儿子，叫苏子豪，今年刚成年。这个孩子的抚养费是我父亲这17年来每个月从我们家搬走的钱。派出所门厅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候诊椅上另外2个来办事的老人齐齐扭头。苏万秋从椅子上弹起来，我告你诽谤！苏阿姨，这是苏子豪的出生证明，父亲栏空着。这是我父亲2008年3月到2024年6月，一共194笔转账给苏子豪就读的学校，金额从3800到42000不等，副免里全都写着子豪学费。苏万秋的脸白了，帽子叔叔站起身，这位女士，请您跟我到里面来一下。苏万秋没动。就在这时，通道那边传来脚步声，我爸从里面被带出来，他脸色蜡黄，胡子拉碴，衣服皱得像用过的抹布。我爸抬头先看到我，他愣了半秒，然后我爸看到了苏万秋。苏万秋抱着那件深灰色的外套，站在原地一步都没动。我爸的嘴唇发抖，川川，这是您的远房表妹。我爸往后退了一步，我从牛皮纸袋里抽出3份文件，一字一句念2007年11月，江北大道8号翠竹苑小区3栋18015户，首付款42万，付款人林建国。2011年5月，同小区物业费缴纳4800元，付款人林建国。2019年7月，房屋2次装修款26万，付款人林建国。2024年6月，房屋加名申请，加名对象苏子豪。我爸的腿一软，扶住了旁边的墙。我抬头看他，过去17年，您从我们家搬走的钱一共362万，加上上周您刚骗的15万，377万。这370万是从您妻子存折里，从您儿子的学费，从您父母的养老金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。您抠了17年，您抠出了这一套江北的房，抠出了苏子豪的私立高学。苏阿姨，顺便告诉您一件事。您这套江北的房子，今天上午已经被开发申请查封了，因为首付款的资金来源存疑。您和我父亲加名的时候没有申报，属于隐瞒。苏晚秋的腿一软，坐在了地上。派出所门厅里有10几个人，有帽子叔叔，有另外3个办事的老人，有2个刚办完户籍业务准备走的年轻人，还有一个抱着孩子路过的女人。这10几个人是我给我爸安排的观众。我爸跪下了，川川，爸对不起你妈，爸对不起你。爸，您站起来。您今天在这里跪一次，跪不清17年的账。从今天开始，您还有一件事要做，财产你1分不许拿，跟我妈离婚，我们家跟您一别两宽。回程的路上，我打开手机，证券账户第5根涨停，账户余额257万，一周96万。沈之毅瞥了一眼屏幕，没说话。沈之毅，你父亲那边明天开始换主治医生，华康的方案我已经跟对方谈好了，费用你不用管。林川，你今天做的这些让我看清楚了一件事。什么？这一世的你不需要我。出租屋的钥匙我今天交出去，15平，1张床，1张写字台，1台旧空调，1个电磁炉。这个屋子我住了2年零8个月。前世我在这栋楼的顶层走到过一次尽头，我抢在物业开门之前跑上去的。这一世我从这里搬出去，我把钥匙放在写字台上，看了眼手机，上午10点47分，距离交出去还有13分钟。我打开公司的 OA 系统，点开辞职申请，理由一栏我只写了3个字，不想干，点提交。3秒后周涛的电话打进来。林川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请了3天假回来辞职？周总，辞职申请已经提交了，按劳动法我提前30天通知您。你到底想干嘛？周总，我不干了。你不干？你不干你打算去哪儿？月薪6000的工作，你以为遍地都是？周总，我不去别的地方，我给自己干。你脑子有毛病吧？你就那个能耐，你自己干什么干？我挂了电话，房东阿姨11点准时到。小林，你这2年住的挺爱惜，房子还是那个房子，这么快就攒够钱换房啦？借的。借多少啊？一点点。刘阿姨笑了一下，没再问，把钥匙揣进口袋。我背起2个大双肩包，最后看了一眼屋子。这个屋子里的东西我一件都不带，前世死过1次的家具，这一世我一件都不想再摸。我合上门，走下楼，1楼门口，张凯堵在那里。张凯今天没喝酒，头发梳过，脸刮过，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，他做过准备。川川，我等你2个小时了。凯哥有事儿。我老丈人昨晚跟我坦白了，我老丈人说林建国这次坐牢他也跑不了，他让我求你。让你求我什么？让你把他的名字从证据里划出去。凯哥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个，是替你老丈人求我，还是替你自己求我？川川，我媳妇刚怀孕，我老丈人要是进去了，我媳妇她……凯哥，你老丈人跟林建国20年的酒友，他给林建国放假消息骗我，不是这一次，他前年放过1次，去年放过1次。这一次是第3次，你老丈人拿走的钱，一部分变成了他家新买的那辆宝驹5系，一部分变成了他儿子，也就是你小舅子去泰国那半年的学费。凯哥，你现在为你老丈人求情，你就得先想清楚一件事，你老丈人这20年1次都没为你想过。我不信。你回去问你媳妇儿，你结婚那天你老丈人给你随的礼金从哪儿来的？张凯没说话，我从张凯身边走过，走到街对面的时候，我听见张凯在我身后喊：川川，你就一点都不给我留脸吗？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。
我没回头。江北翠华湾18层3居室136平，将近我上周签的合同，全款付的。这是我爸前世给苏婉秋买那套房的正对面，同一个开发商，同一个户型，只是他那套8楼，我这套18楼。新家钥匙我交给了一支专业的康复护理团队。沈之义搀着沈父进电梯的时候，沈父的左半边身子还是不太听使唤，但他的右手稳稳地攥着一根拐杖。叔叔，这套房子进门有斜坡，卫生间加了扶手，床是可以升降的。华康的康复组从明天开始上门。沈父抬头看我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全部的话。前世沈之义告诉我，他父亲最后神智一直是清醒的，只是嘴巴不太说得动了。沈父慢慢的把右手抬起来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折了3折的纸条递给我，我打开，上面是4个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的字。沈之义站在我身后，一直没说话。进门后，护理师把沈父扶去卧室，我和沈之义站在客厅那面朝江的落地窗前。林川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让我父亲住这里的？从你告诉我他没在纸上写林建国那一天。那这套房子的3个卧室，你父亲1间，你1间，剩下1间我住。沈之义笑了，这一是我第一次让他笑出声。下午3点整，我打开证券账户，第8根涨停，账户余额343万，1周半160万变成343万。我看着那串数字，什么表情都没有，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走到那儿。真正的爽感不是数字翻倍，是我掌控着那串数字走的每一步。这时手机震了，一个陌生号码，我按了接听，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，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，压得很低很急。川川，我是苏婉秋。你爸昨天晚上没回家，他手机关机，他之前跟我说他要来找你。苏阿姨，他没到我这儿。你能不能帮我找找他？找他？苏阿姨，您跟我父亲有一个17岁的儿子，您那套房子被查封了，您现在打电话给我找我父亲，您真的是关心他？您担心的不是他去哪儿了，您担心的是他手上还有多少现金。您今天早上打开您家里的保险柜，是不是发现里面空了？电话那头彻底沉默，空了，他的保险柜空了，我爸带着最后一笔现金跑了。沈之义从卧室走出来。谁的电话？苏婉秋，我父亲昨晚从他家保险柜搬走了最后一笔现金跑了。他去哪儿？他没地方可以去，他这一生只认识2个女人，我妈和苏婉秋。我妈把他扫地出门了，苏婉秋家现在他不敢回，所以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。哪儿？我这儿。我爸来敲门的时候是凌晨1点47分，只是这一次他不是来收账的，他是来求生的。我打开门，我爸站在门口。川川，爸能进来吗？进来。我爸进门，他走了2步就站住了，因为客厅那面朝江的落地窗前，沈之义从卧室走了出来。他穿着睡袍，头发松松挽着，手里端着一杯水。沈之义看了我爸一眼，一句话没说，把水放在茶几上，回卧室关门。我爸的嘴角动了动。川川，这是我以后的太太。太太，你什么时候？从3年前开始，他父亲被您骗走82万，气到中风，现在住在我这儿的另一间卧室里。爸，您要不要进去打个招呼？我爸的脸抽了一下，后退了半步。爸，您坐。我爸没敢坐，我在他对面的沙发坐下，端起沈之义刚放下的那杯水。爸，您今天来找我，一共要跟我说3件事。哪3件？第一件，您想让我拿钱替您把这次的骗贷案摆平，您估过的价大概是30万到50万。第二件，您想让我拿钱把江北那套房从查封状态赎回来，您估过的价是200万左右。第三件，您想让我认了苏子豪这个弟弟，您觉得他毕竟也是您的血脉。川川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爸，川川，爸求你，爸这一辈子就求你这一次。爸，您站起来。川川，您站起来，跪着我一句都不听。我爸慢慢站起来，我把手边一份文件推过去，那是我妈签好字的离婚协议。爸，这是您上周答应我的第1件事，今天上午我妈签了字，您现在只用做1件事，签下您的名字。川川，你爸，离婚协议签了，我可以给您3个选择。哪3个？第一，您明天早上跟我一起去治安所自首，承认这17年间对我妈婚内诈骗，对沈国杰合同诈骗，对刘德明骗贷，这3件事一并交代。出来之后，我每月给您3000块生活费，直到您走。第二，您明天早上去我给您联系好的一个工地做钢筋工，工资8000包吃住，这份工资全部用来还您欠沈国栋叔叔的82万，还完之前不许离开工地，还完之后您想去哪儿去哪里。第三，您今晚走，带着您手包里的现金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往后余生不许再联系我。我妈沈之义、沈国栋叔叔未来的任何一个孩子，您选这条，我不给您1分钱，但也不追。我爸盯着桌上那份离婚协议，盯了将近1分钟。川川啊，就没有第4个选择吗？第4个选择是您3年前就该做的，好好过日子，不去骗人。但那个选择，爸，您3年前自己划掉的。我爸拿起笔，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签完他抬头看我。川川，爸选第2个。好，我把一张纸条推过去，上面是工地的地址和领班的电话。明天早上6点前报到，迟到1分钟，这个选择自动作废。我爸点头，把纸条收进口袋。他走到门口，回头。川川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狠？爸，我从来没变心狠，我只是不再心软。我爸点了下头，把门带上，走了。凌晨2点20，沈之义从卧室出来，在我旁边坐下。他真的会去工地吗？不会，
他会跑。那你为什么给他这因为他个选择？跑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我不是不给他机会，我是知道他不会要。清晨6点整，我的手机响了，工地领班的电话。林先生，您让我等的这个人没到。3个月后，我坐在江北翠华湾18层客厅的落地窗前，窗外是7月的江面，风大，阳光亮。沈之毅在厨房煮粥，我打开证券账户看了最后一眼，第12根涨停，今天开盘直接封板，账户余额2732万。12根涨停走完的当天下午，我按计划全部清仓。下午3点收盘，那支票冲高回落，第2天跌停，第3天再跌停。前世论坛里那个发帖人说的话，我全部走完了一遍。3个月里发生的事，我在心里一件一件过。1周后，我爸在南方某个海边小城被2个债主找到，他被债主押到了派出所，他最后一次要求见我，我没去。沈国栋叔叔的82万，在我爸名下资产被强制执行后拿回了68万，剩下的14万我从自己账户里补给了他。沈之毅最开始不同意，后来我告诉他，14万不是林建国的钱，是我这一世对你父亲的道歉，因为前世我没能提前救他。沈之毅那天在我怀里哭了整整20分钟。苏婉秋在江北那套房子被强制拍卖后，带着苏子豪回了老家。老家的房子是我爸2015年给他买的。一室一厅。苏子豪今年高考考了321分，他去外地读了一个专科。二叔林建军把2019年的2万5连本带利还给我了。姑妈林淑芬那段录音我没发家族群，不是心软，是没必要。他已经彻底不敢再跟我说话。张凯的老丈人跟我爸一起进去了。张凯的媳妇儿怀的孩子7个月大的时候，张凯来找过我一次，他没提借钱，只是把12300块现金放在我家门口，按了门铃走了。沈之毅端着粥出来，林川，吃饭。你今天是不是把股票清了？清了，2732万，加上原本的储蓄，一共3600多万。沈之毅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打算做一件事儿。什么？开一家咨询公司，专门帮那些被家里人骗、被亲戚被父母掏空的年轻人。帮他们做什么？帮他们守住自己的钱，帮他们分清楚哪些是亲情，哪些是吸血。这是我这一世走出来之后想做的一件事。前世的我死之前想找一个能告诉我你不欠他们的人，找不到，那这一世我来做这个人。沈之毅的眼睛红了。林川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知道。你在把你前世的伤变成别人这一世的解药。7月的最后一天，我们领了证。沈父那天很早就起了床，他自己扶着扶手从卧室慢慢走到客厅，他右手抖着，用指头在手机屏幕上打出一行字，这是他这3个月里第一次把整句话打完整。我把手机递给沈之毅，沈之毅读完那一行字哭了。沈父看着他哭，自己也在笑。晚上10点，我一个人坐在阳台，沈之毅从屋里走出来，把一件外套披在我肩膀上。林川，进来吃饭。我站起来，回头最后看了一眼那片江，江对面是我爸前世给苏婉秋买的那套8楼的房，现在那套房是空的，它会一直空着，就像我爸在我这一世的位置。我关上阳台的门，有人问我重生一次最想告诉过去的自己什么，我说，孩子，你不欠任何人的命，你的善良要留给值得的人，你的钱要留给爱你的人，你这一辈子要为你自己活一次，就这一次就够了。